前段时间，极越开除小米苏七车主员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吧？事情的起因是有位极越员工发帖，声称自己因为购买小米苏七被极越开除了。随后，极越汽车官方表示，开除原因是这位员工在工作时间用个人身份为竞品进行全社交媒体营销，并存在旷工问题。大白话解释就是拿着极越的工资，在工作时间为小米苏七做宣传。这事儿谁对谁错，咱不好评价。但经过几轮曝光后，极越这个默默无闻的新势力品牌倒是突然有了不少流量。那么问题来了，极越到底是个啥品牌，在新势力里处于什么地位？为了照顾没耐心的小伙伴，先说结论。极越的前身是极度汽车，后改名为极越，目前属于百度和吉利合作品牌，吉利负责制造，百度负责灵魂。至于为啥他俩搞到了一起，咱从百度聊起。2009年，谷歌率先开始研究自动驾驶。作为竞争对手，百度听闻后，也在2013年开启了自动驾驶计划。百度的底气来源于百度地图，因为理论上商业化的自动驾驶离不开能够帮助车辆准确识别道路信息的高精地图。彼时，论市场份额，百度地图35.5%高居第一，遥遥领先高德近10%的身位。因此，百度从地图入手，转入自动驾驶研发，顺理成章。事实也证明，百度的自动驾驶核心技术，如高精度地图、定位、感知、智能决策与控制4大模块，都来自百度地图。但自动驾驶是何其的难，百度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孤勇者。从2013年开始，自动驾驶的投入逐渐成为百度的重要支出。2013年当年就投入41.07亿，在全球范围内挖人才、砸技术。随后投入每年都在增加，尤其是百度迎来陆琪时代后，阿波罗诞生。陆琪称要将阿波罗打造成无人驾驶界的安卓，此后每年的研发投入就不低于100亿，最近这几年更是每年砸进去超200亿。那么百度上千亿的投入都干了啥？其实百度主要做的不是自动驾驶，而是以 L4 形式测试的 Robotaxi 无人驾驶。百度的重金很大一部分都投入到这里了。但是受限于相关法律法规，无人驾驶很难真正商用，只能小范围试跑。但不得不承认，百度在无人驾驶方面积累的经验和取得的成绩，目前在国内应该是遥遥领先，全球范围内恐怕也只有大洋彼岸的 Waymo 方可一战。所以百度就很尴尬，跨域式的路线砸了重金，没办法商用，那多年来的努力岂不是就打水漂了？然后百度就开辟了另一条路线，简单来说就是先做 L2+，为其他车企提供自动驾驶解决方案，尽快回血。2017年左右，百度开始找车企，让自己的阿波罗落地商用。本田、广汽、长城、北汽、蔚来、威马等均有合作，但亲儿子还得是大聪明威马。百度从2017年就多次投资威马，甚至还与威马签下协议，警告威马不允许研发自动驾驶，必须使用百度的阿波罗。随后，2018年搭载了百度 L2 级别辅助驾驶的威马 EX5 上市，并在2019年成为新势力销冠。但意外的是，当魏小李纷纷强势起来后，威马逐渐凉凉。寄托了双方希望的限定场景下 L4 级无人驾驶技术车型威马 W6 也延迟上市。眼看威马不争气，百度决定换个队友。然而换队友不是个简单的事，对方愿不愿意不说，也不好被自己掌控。于是百度决定亲自造车。但问题又来了，造车需要资质，百度没有，得找个车企代工。大概从2020年底开始，百度就开始频繁物色合作伙伴，广汽、一汽等都有接触，可惜均未谈拢。最终吉利挺身而出，双方共同成立新势力品牌极度，其中李彦宏一方持股54.73%，李书福那边持股40.55%，董事会成员也以百度为主。总体来看，对于极度，百度的话语权更大。具体到双方的合作内容，百度负责输出人工智能、阿波罗自动驾驶、小度车载、百度地图等核心技术，吉利则基于自身的纯电动架构 SEA 浩瀚架构，负责整车集成和生产制造。得益于吉利的帮助，百度造车进度很快，1年半的时间，极度概念车 Robo01亮相。李彦宏自信地表示，就自动驾驶技术而言，极度将领先特斯拉一代。然而，就当李彦宏准备把车量产的时候，一个天大的意外难倒了他。2022年初，工信部出台新能源汽车生产新政，要求委托企业和代工企业都必须有资质，即双资质才能生产。但极度并没有资质，无法让吉利代工。几个月后，极度汽车发生工商变更，吉利突然退出了双方的合资公司，并且公司名字也改成了上海密航汽车有限公司。外界纷纷猜测，难道吉利不干了？百度造车梦破碎了？
2022年8月，转机出现，原来不是吉利不干了，而是让吉利变成主导方，以此获得资质。双方重新成立了杭州吉宇悦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新品牌叫做吉悦，吉利方持股65%，百度方持股35%。2023年10月27日，双方合作的首款车型，也是百度造出的第一款车吉悦01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智能纯电 SUV。吉悦01及此前的极度 Robo 01，车辆造型、品牌标志均没有任何变化。关于这台车，亮点当然是百度赋能的智驾和智能座舱。智驾方面，百度玩了10年，但并没有采用之前坚持的高精地图方案，也没有激光雷达，而是学习特斯拉做纯视觉方案。具体表现怎样，咱不是汽车测评 UP， 在此不做评价。再看智能座舱方面，其实主流新势力做的都差不多。吉悦01的特别之处是把文心一言大模型搞车里了，比常规的语音助手更聪明、更流畅，还能陪人聊天、在线答疑等等。至于3电和底盘操控方面，有吉利在，虽称不上顶级，但也不差，只能说平均水平。总的来说，百度的第一台车中规中矩，智能化是大亮点。但遗憾的是，消费者不买账。上市之后，没有傲人的大定数据，也没有空前的热度，市场反馈惨不忍睹。仅坚持了1个月，吉悦01就不得不全系价格下调3万。然而降价也没用，至今半年过去了，吉悦01的月销量仅几百台，目前总销量也就2300台左右，还不如隔壁理想、问界单款车1周的销量。问题出在哪儿？吉悦 CEO 夏一平在3月底的一场媒体沟通会上亲自承认，错在了营销上。夏一平解释道，作为一个新的品牌、新的品类产品，当一个用户进入吉悦门店，思考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我要买车，而是这是什么品牌的时候，这就需要我们解决问题了。这方面说的确实有道理。吉悦这个品牌从成立到新车发布也就1年多一点点的时间，更何况还没有啥前期宣传，根本没多少人知道。但把错全怪在营销上，显然不合适。个人认为，吉悦01第一个错就错在价格上。比如起售价24.99万的车型，没有800微平台，智驾是残血版的，电池是磷酸铁锂的，续航只有550公里。当然，想要更好的体验，可以花钱解锁，比如加4.5万元可以选装长续航3元锂电池，再比如满血版的智驾可以花4.99万元买断，或者以980元每月的价格订阅。其实智驾这块是最搞笑的，一个大力宣传智驾的车，智驾竟然是阉割的，简直离谱。所以上市第1个月，吉悦01就扑街了。后面反应过来的时候，吉悦01大降3万块，选装的电池包也降到1万块，满血版智驾直接送1年体验。但即使这样，在2024年的当下也没啥竞争力。更何况满血版智驾是送1年，又不是送终身，以后还是要花钱买。对百度有多热爱的人才会如此支持？同样的价位，小米苏7不香吗？极氪007不香吗？其次，吉悦还错在了选错卖点。吉悦一直以来宣传的是智能化这一核心卖点，并给自己贴上汽车机器人的标签。但问题是，智能化在消费者选购的诸多因素里只是锦上添花，不算决定性因素，质量和性能才是主要推动力。哪怕是以智驾为卖点的问界，也是更多宣传智驾和安全相关的实际痛点。相反，吉悦就很少有这方面的营销。总之，吉悦的错大体上就是价格和营销的错。想要改变，只能从这2方面下手。价格上，前面提到已经有过一次大降价，其实最近还有个变相降价，就是满血版智驾在规定时间内提车，直接免费送终身使用权。营销方面，吉悦已经在年初大刀阔斧地对整个营销和销售团队进行换血，营销重点放在了如何让消费者认识吉悦，以及如何吸引科技爱好者上。其实，吉悦开除小米车主员工这事儿，背后就有故意营销的嫌疑。倒不是说事情是假的，只是吉悦有意在扩大话题。毕竟蹭上小米这样的车圈顶流，不管是黑是红，至少多了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认识到，原来新势力里还有个叫吉悦的。好奇心强的人可能就马上打开搜索引擎，把吉悦给翻了个底朝天。比如正在看这个视频的你，是不是因为小米才知道的吉悦？